远方开战了，我不知道是哪个远方，反正开战了。我去买菜，听说那些用纳税人的钱造的导弹落到了一所学校里。我去健身，听说有人攒了一辈子的钱，一夜之间变成了废纸。打开手机，又刷到刚成为父亲的男人与妻女告别。我这边面包还是5块钱，股票甚至还涨了一些，手机的网络也很快，但远方开战了。我们的历史有明确记录的大概有3400多年，而其中真正没有战争的时间只有区区200多年，比例不足8%。所以战争其实才是人类社会的常态，只不过以个人的尺度，无论在空间还是时间上都太过于渺小，以至于生于和平长于和平的我们根本无从知道战争真正的残酷。幸运的是，或者应该说不幸的是，历史上许多重大的战争都被艺术家搬进过画里。所以这期视频我们将一起感受4幅关于战争的画作，看看那群敏感又腹黑且共情能力拉满的艺术家们会如何去表达战争，而他们的描绘，相信我，一定比新闻和历史书更加刺激。1528年，为装饰宫殿，同时塑造一个理想的政治形象，巴伐利亚公爵威廉4世向阿尔布雷希特·阿尔特多费尔委托了一件大型的历史画《亚历山大在伊苏斯之战》。作为马其顿入侵波斯帝国的决定性战役，亚历山大大帝在伊苏斯之战中以少胜多的事迹，在后来成为了各路欧洲国王心口的诛杀之。一幅公元前1世纪的马赛克就描绘过伊苏斯之战，兵戎相见，金戈铁马，亚历山大眼神坚定，向前冲锋。另一边，明明位于高处的波斯皇帝大流士和他的军队明显被吓哭了，连拉战车的马匹都四散逃开。阿尔特多菲尔借鉴了这幅马赛克中的表达，然后把场景扩大了10000倍。兵强马壮的军队绵延了整片大地，山峰堆叠，旌旗如虹，杀气如风。亚历山大依旧策马追击，大流士依旧仓皇逃命。作为将风景融入画面叙事的先驱者之一，阿尔特多菲尔对于远景的处理也颇费苦心。地中海上空汹涌的云层仿佛被霸气展开了一道口子。亚历山大这边旭日正在升起，大流士那边残月即将消失。中间一块石碑宛如从天堂降下的礼物，上面用拉丁文书写着：亚历山大大破大流士，斩波斯部族10万，其万余。大流士率残众不及1000人遁去，其母妻及子皆为俘。通过这番背景，阿尔特多费尔将伊苏斯之战拔升到了神话的领域。也正如画面里表达的那般，历史上绝大部分时候，人们都认为战争是荣耀，是绝对的正义与绝对的恶意之间的决斗。而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每次的胜利方都是正义？还挺巧的。初看这幅亚历山大在伊苏斯之战时，我大受震撼。一方面是由于阿尔特多费尔笔下的雄兵们竟然呈现出一种蝼蚁般的姿态，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他有意为之的。而另一方面，在画面最前方最显眼的位置，阿尔特多费尔将战死的尸体铺满了大地，所有人都是踩在同伴的尸体上前行的。我可以确定，这儿他是故意的。而这份被阿尔特多费尔藏在铁靴之下的真相，在300年之后，被一位西班牙画家更加直白地刻画了出来。戈雅的1808年5月3日，永远可以让每一个站在他面前的人瞠目结舌，如鲠在喉。1808年，觊觎着伊比利亚半岛和直布罗陀海峡的控制权，法皇拿破仑开始正式入侵西班牙。他的军队在5月2日遭到了反抗军激烈的抵抗，这个事件同样被戈雅画了下来。1天之后，反抗军被镇压，进而遭到了法军的处决。在那幅1808年5月2日中，戈雅已经跳出了传统的叙事，画面中没有史诗和所谓的英雄，只有赤裸的死亡、疯魔般的眼
眼神和鸡飞狗跳的人群。而这幅1808年5月3日则彻底改变了我们观看战争的方式。一边是整齐划一的法军，戈雅刻意隐去了他们的面容，用以表达这些人所代表的并非某个个体，而是一台高效的杀戮机器，是一股庞大的极具破坏性的势力。画面另一边的死人堆上则是人性的百态，有人在祈祷，有人想反抗，有人蒙住了双眼。那个显眼的穿着白衣服的主角则双手展开，眼神中既有恐惧又有悲悯。戈雅生怕我们理解不了，还贴心的在他手上画了个伤口。没错，这个人就是耶稣的象征。他仿佛在说：仁慈的父啊，请原谅他们，因为他们并不知晓自己的所作所为。戈雅的描绘不仅仅是打碎了长久以来的战争滤镜，他还通过刻意的构图，把聚光灯打到了普通人身上，搭建起了一种临场感，仿佛在告诫世人，每一个高高挂起的人都有可能成为受害者，或者更糟的，成为加害者。法军占领期间，耳疾愈发严重的戈雅还创作了一系列更加触目惊心的版画，叫做 The Disasters of War。 如果我放进来这个视频包不见的，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搜索。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失去儿子的德国艺术家克勒惠芝开始思考一个问题：战争为何会吞噬如此多年轻的生命？在社会的创伤和私人的哀悼中，他创作了一组名为《战争》的版画。如果说戈雅的作品给人以深刻的震撼，那科勒惠芝则是让人感受到切身的悲痛。黑白画面没有色彩，没有环境，只有遒劲的线条和极致的对比。一群青年被一种近乎狂热的力量驱使着前进，但他们的终点却是一具骷髅。这便是战争初期的社会情绪，年轻人在激情的动员下走上前线，却不知道等待着他们的是什么。一对夫妻紧紧相拥，掩面哭泣，他们的身体蜷缩成了一通墓碑的形状。这是科勒惠芝对丧子最直接的表达。虚无的背景中，一个怀孕的女孩伸手抱住自己，战争夺走了她的爱人，留下了漫长而无声的孤独。不难看出，科勒惠芝真正关心的并非战争本身，而是那些被留下来的人，因为他们才最能够代表战争带来的无法平息的创伤。科勒惠芝早年间便把目光聚焦于社会的底层，为了更好地帮助他们，她与身为医生的丈夫直接搬进了贫民的聚集区。这些经历使得她总是能够从意想不到的细节中捕捉到苦难对于人的摧残。她最触动我的作品是完成于1924年的《面包》。两个孩子哭着想要吃面包，身无分文的母亲只能背过身去哭泣。有时候政治家们随口一句的野心落到百姓身上，就是足以粉身碎骨的大山。寥寥几笔就勾勒出这样的眼神，这样的背影。我相信，如果不是亲历苦难的人，不可能画出这样的作品。最后当然还得请出那幅誉满天下的《格尔尼卡》。你可以质疑毕加索的人品甚至是艺术，但你绝对不能否认格尔尼卡的威力。在听闻自己祖国的普通小镇被法西斯无差别轰炸了3个多小时之后，毕加索仅用1个多月就画出了这幅巨型的油画。然而画面中既没有法西斯，也没有格尔尼卡镇，甚至连炸弹都没有。毕加索抹去了所有的背景信息，因为除了批判法西斯之外，他还想表达一个更加普世的观念：战争是全人类的悲剧。二战期间，这幅画曾被卷起来运往各个欧洲的主要城市和美国进行巡展，掀起了巨大的反战情绪。如今的他就静静地待在索菲亚王后国家艺术中心，虽已满是疮痍和斑驳，却宛如一位战功赫赫的老兵。关于这幅画更详细的内容，在之前毕加索那期视频里都有聊过，感兴趣的朋友一会儿可以去考个2021年的股。
本雅明在《历史哲学论纲》中提出过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他说历史通常由胜利者书写，但真正重要的是那些被压在历史之下的人。那么你们应该也发现了，在这500年间，关于战争的图像发生了一个我觉得可以称之为珍贵的转变。最早的时候，艺术家的重点是英雄，阿尔特多费尔笔下的伊苏斯之战俨然一场史诗级的神话，仿佛整个世界都在为英雄让路。但到了戈雅这里，战争突然变得安静了起来，没有万马奔腾的轰鸣，没有光芒四射的英雄，只有几声凛冽的枪响和倒在血泊里的人。再后来，在科勒惠芝的版画里，战争甚至已经不再出现在战场上，它只是默默地存在于一个个母亲的怀抱里，一个个家庭的空位里，一个个纯真而又困惑的眼神里。到了毕加索的《格尔尼卡》，战争只剩下了嘶吼、断裂、眼泪和黑暗。换句话说，人类花了几百年的时间才慢慢意识到一件事情：战争从来都不是英雄的故事，它只是一个又一个普通人的死亡。当艺术家开始站到普通人这边，艺术的意义也就变得特殊了起来，因为它让我们以一种完全不同于历史书和新闻报道的方式看见了战争，也让我们记住了战争的代价。而记忆本身就是一种意志，只有当大多数人都记住那些死亡、那些痛苦、那些失去的时候，战争才不会被重新包装成英雄的神话。遗憾的是，历史也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人类的记忆总是比战争更为短暂。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在每一个时代，总会有人来重新画下战争，不是为了记录它，而是为了提醒我们，那些画面从来都不是历史，它们一直在发生。艺术无法结束战争，但它至少拒绝遗忘。